一群嗑瓜众在那儿聊是非，对一个减肥贴片广告，正聊得起劲儿。有个人问，到底这有效没效？当然有效啊，贴你嘴上就有效了。胡来文开讲了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夏天3种瓜果，有小黄瓜、冬瓜，还有木瓜。小黄瓜清热退火，这样挑最好吃。夏天吃小黄瓜帮助排热，小黄瓜生吃、熟吃，还有腌制、酱瓜都很好吃，水分很多，吃起来鲜脆、清爽、多汁，是夏天消暑降温又可以简单料理的一个好食材。有的时候看到有人根本就是小黄瓜直接这样吃都有，对不对？好，小黄瓜富含可溶性纤维果胶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排便，还能够维护肠道的健康。凉拌小黄瓜怎么做呢？等一会儿矿花水墨示范给大家看，其实很简单啊。最简单做的大概就是小黄瓜料理了，就是切一切，或者说拍一拍，然后切成一段一段，然后呢加一点盐巴，先加盐巴，为什么？因为马上这个小黄瓜呢才会比较脆，比较爽口。好，先加了一点盐，然后让它出了一点水之后，好，把那个水倒掉。这个时候呢，才开始来加其他的佐料，包括蒜啦，包括了酱油啦、醋啊，还有糖啊等等。这样子腌一下子，大概几分钟，这个小黄瓜就非常好吃了。怎样保存和挑选小黄瓜呢？来，小黄瓜放在冰箱里面，一般大概可以保存个5到7天。挑选的时候注意啊，看这个小黄瓜的两端啊，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枯萎的情况。要是有一点点枯萎，就表示不那么新鲜了。第3个，我们看小黄瓜表面有凸起来的一颗一颗的嫩嫩的刺啊，这个刺呢一摸就断，表示这个小黄瓜还非常的鲜嫩好吃。记得用流动的水多清洗几下啊，然后用软毛刷把它给轻轻刷掉，减少农药的残留。最鲜甜，炒丝瓜不加1滴水。丝瓜，清炒丝瓜不用加1滴水。来吧，下班后炒一盘可口的丝瓜，把一整天的火气都扫掉，让全身清爽一下。丝瓜1条，盐巴适量，用油来炒，清炒就很好吃啊！不用加1滴水。胡医师就是坚持不加1滴水。假如你真的给我加1滴水试试看，我扒了一提我给搞。好，这个地方是开玩笑啊。清炒就很好吃，不要加1滴水，利用丝瓜焖出来的水，用一点点的盐巴调味，就能吃出丝瓜的鲜甜味儿。鲜甜的，连汤都可以喝光光，这个汤拌饭吃也是超好吃的。丝瓜在夏天的时候去暑清新，因为它呢性味是甘凉的，清香脆甜。瓜的汁呢黏黏滑滑，容易帮助排泄，能够帮助肠胃蠕动，缓解便秘。可是也有人不能吃啊，平常手脚冰冷以及容易腹泻的人就不适合于多吃丝瓜。青木瓜加百香果，酸甜助消化。再来，我们就来谈我们普通食用的、普通拿来当水果的木瓜。当水果的木瓜呀，它里头呢含有一种木瓜酵素 papain 这个东西啊。papain 这个东西呢，它是能够分解蛋白质的。平常如果吃太多的肉，肚子容易胀气不舒服，你就可以在饭后吃一点木瓜来帮助你消化。木瓜因为它有木瓜酵素，曾经有个这样的公案，说奇怪，这个人怎么搞的？这个左手没有指纹，右手有指纹，就问他的职业，你是不是做水果生意的？对呀，我做水果生意要常常切水果呀。没错，那你常常切木瓜，左手拿木瓜，右手拿刀子，好这样削，结果呢，这个左手上面的这个所有的指纹啊，搞不好就都被这个木瓜酵素给消化掉了，因为你的手就是蛋白质的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手上的指纹就会因此而会没有。当你这个职业过去有一段时间你又完全不切木瓜了，那个指纹还会走回来的呢。这个水果木瓜又叫做番木瓜，它的青木瓜，也就是还没有成熟的青木瓜的话呢，它里头含的木瓜酵素就比熟的木瓜还要多。有的时候在素食店里头看到有人就切那个非常非常薄片的青木瓜片，然后凉拌一下子，里头再弄点这个百香果的汁啊，这个木瓜非常好吃啊，酸酸的、甜甜的，蛮好吃。青木瓜7分熟，酵素最多。
炎热的夏天是吃青木瓜的好季节。青木瓜是几分熟的木瓜？好，通常外皮表面看起来还是绿色的，中间有一点点黄，摸起来还是硬的。那剖开来的时候呢，里面的木瓜是淡橘黄色，种子都还将要变成为黑色。这样的木瓜大约就是7、8分熟的青木瓜。用这样子的青木瓜来吃的话呢，是含的酵素，就是含的这个木瓜酵素最好最多的时候。炖肉的时候呢，加一点点青木瓜一起煮，肉吃起来会鲜嫩 Q 弹。木瓜没熟，千万不要放进冰箱里头，否则它就会变成 A 告。这也是我最近差不多3、4年才知道什么叫做 A 告啊。这个吃水果还有叫 A 告啊 ，A 告就是哑巴的意思啊。我以前搞不清楚什么，听不懂他们讲的 A 告。我说 A 告哑巴怎么原来是这样的，就是那个水果不够成熟，而且放好久它也不熟的那个就叫 A 告。木瓜没有熟，你一放进冰箱，它就变成 A 告，永远都不会再熟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子摸一摸那个木瓜的那个蒂头啊，摸到假如说是稍微软了才能够算熟，你也不能剖开来看，所以你就只能够说摸一摸蒂头来看是不是熟了。哇哦，要用木瓜治坐骨神经痛。有的人跟我说啊，哎，奇怪，你们中药也用木瓜来治病啊？当然了，中药用木瓜来治病，没错，跟你吃的那个木瓜就不一样。中药的木瓜呢，我们有的人叫它叫宣木瓜，有的人就叫川木瓜，还有很多的名字啊。中药的木瓜跟我们现在一般当做水果的这个木瓜是两个东西。中药的木瓜可以治腰脚酸软、治坐骨神经痛这些，但是呢，中药的木瓜却也要很小心，你不要跟那个木瓜呀每天在一块儿，每天在一块儿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搞不好你就小便都缩住了。有一个人啊，开着船啊，在这个经过金陵大概就是现在讲的南京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好，有他的船呢，经过金陵的时候，嘿，他闻到了一股香味儿。哇，这什么东西？木瓜可以治病的。好了，就买了一大堆放在这个船里面。然后呢，好，船继续开着走了。举州人皆病尿不得出，整个船上的人都发生了一件事儿，就是尿不出来。所以呢，就去找医生啊。医生看了以后，开了通药、利药，开了什么样子的利尿的药，通通没有效啊，弄不好啊。然后呢，写这篇文章的这个作者他就说，哈。这整个船里面的木瓜香这么香，就跟大家说，哎，我告诉你们哈，你们把这些木瓜就给扔掉吧。结果呢，把木瓜一拿掉了以后，大家都容易尿出来了。原来是怎么样？木瓜这东西你不要跟它常在一块儿。所以呢，你家里面假如说买了一堆的木瓜，你就坐在那旁边，把那个地方当做你这个坐卧啊行住坐卧的一块地方的话，那我告诉你麻烦你也会一样的尿不出来。可是这个药用的木瓜呢，它最重要的就是腰脚酸软、腰膝关节疼痛，所以它拿来治坐骨神经痛。我常常用木瓜来治腰脚酸痛啊。那腰脚酸痛讲腰跟脚一起酸痛，那就是坐骨神经痛的意思，知道吗？一杯冬瓜茶清凉退火。再来谈冬瓜。每天面对工作，业绩寡淡，效率低落，五告阿杂，回家后立刻来一杯冬瓜茶，清凉退火，马上就能够浇熄了身上的3把火。冬瓜茶怎么煮呢？我们小的时候啊，很喜欢吃冬瓜茶，要不就是到店子里头喝冬瓜茶，要不就是买一瓶一瓶的冬瓜茶回来。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冰箱，也就是喝的就是冬瓜茶，当然在店子里头喝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它是比较冰冷啊。可是呢，从来没有自己煮过冬瓜茶。有一次呢，我妈妈误煮冬瓜成为冬瓜茶，嘿，那一次吃到真的原汁原味的冬瓜茶。那怎么样呢？有一次呢，就把这个冬瓜啊，在煮的时候呢，忘了关火，结果呢，就这样子一直煮，煮到那个冬瓜全部溶在水里头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水啊倒出来，加一点点黑糖，好好吃哦，那就是原味冬瓜茶。原来把冬瓜煮久了就成了冬瓜茶，所以以后我就知道冬瓜茶是怎么煮的。但是以后我也从来没有自己试着煮过冬瓜茶，总是在外头买了冬瓜茶来喝啊。红烧冬瓜加一步骤更入味。再来，我们来谈一谈冬瓜呢。假如说你拿来做
红烧冬瓜，你知道多好吃啊！冬瓜啊，我们可以切片的来炒，加一点点醋炒一炒，就是很好吃的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切片的来煮成红烧冬瓜。但是呢，我拿我妈妈的这个处方，我妈妈做的这个冬瓜呢，她是这样把那个皮削掉了以后，再把那个冬瓜的这个部分，把它切成一块一块小方块，被切成一块一块小方块的这个部分拿去炸，炸一炸以后，再来红烧，加点酱油啊，加点姜啊什么等等等等，那样子一做个红烧，非常好吃。假如说你喜欢的话，还可以放点肉碎在上头，再煮成很好吃的这个红烧冬瓜肉丝儿，哎呀，可棒了！怕中药好苦，一零嘴去苦味。为什么现在在药房里去买药的时候啊，他总是会送你一个山楂饼，知道吗？原来中药是药食同源，山楂饼好吃，山楂饼呢是咸味儿的。中药是大部分啊，我们吃中药的概念就是说，中药都好苦啊，很苦的东西，小孩子绝对不愿意吃，连成人都不太爱吃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把那个很苦很苦的药跟这个山楂饼一起这样吃，你试试看。那个苦几乎就不怎么苦了，于是呢，用山楂片跟药一起吃，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。而且因为它是咸的，中医认为咸能胜苦，所以呢，就是用这个有盐的这种山楂饼来帮助你把药的苦味去掉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那么苦了。真正的要孩子吃中药觉得不苦啊，有一个办法，但是呢，我找了很久也没找着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找得到这种东西，就是什么橄榄粉。用橄榄粉它也是咸的，假如你用橄榄粉配在这个很苦的中药里头吃吃看，那个中药也不苦了。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，我的 YouTube 每一支影片下方都有一个超级感谢，点下去，欢迎您捐款赞助我们，支持我们做出更好的内容。另外，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脸书、IG 跟 Podcast 频道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